一条街有多长，年少就多长。我时常都回到昨天去徜徉，那外面有多大，用笑声去丈量。你背影有多长，思念就多长。我们总是这样借彼此肩膀，我们总是错过幸福那一站，拥有了全世界，可是你却看不见。我宁愿重回到那一年，牵着你去看明天，失去了全世界，还有你在我身边，能不能重回到那一年？你的梦，我的歌，蓝的天，就永远。能不能重回到那一年？你的梦，我的歌，蓝的天，就永远。王经理说9点15分就要到公司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不要走，不要走，小贝，不要走，不要走。杨虎进，你在干什么？幸好他还喝水，我给他拿水，他抓住我不放。是你抓住他不放才是，你给我出去，去！哦静好，你不要吓我啊！我买了毛丹粉，你吃了药就会没事了。我现在去弄给你吃啊。王经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没迟到啊，还有多2分钟才9点15分。经理是上司，你比我早到，就表示我迟到了。这道理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见。我们很多工人都在船上工作，月初和月中都要给工人发薪水。这责任本来是财务主任负责的，可惜他亏空公款，把工人的薪水都卷走了，所以现在都由我亲自给工人发薪水。每到了发薪日，都要带着1万多块左右的现金。这责任相当重大。是的，经理。我公务繁忙，所以想找个比较老实、信得过的人来帮我。你应该知道，我今天叫你早点来的目的。承蒙经理看得起我，一定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好了，不要那么紧张，我不需要你去打仗。哦。发薪的程序你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经理。那好，下次你来做，我帮你。等你熟悉了，就由你全权负责。是，经理。你要好好做啊！财务主任的位子，到现在还是空着。是，经理。你别老是左一句经理，右一句经理，这里不是公司，要放轻松一点。是，经理。小姐，你的咖啡。谢谢。先吃你的咖啡。啊。小姐，我都快30了，是个老小姐了。不，经理你一点都不老，不老。这里有冷气啊，你的汗怎么一直流个不停？对不起，经理，我是这样子的，一紧张就流汗。经理不是猛兽，不会吞了你。是，经理。我知道
公司有人闲言闲语，说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录用。是，经理。老实说，我在念大学的时候，交了个男朋友跟你很像。对不起，经理。后来因为家人反对，就没有在一起了。所以，除了看出你老实、有责任感之外，也可能是这个原因吧。阿婆，金考是毛丹啊！啊？金考是毛丹啊！是啊，是毛丹啊。他好点了没有？他吃了毛丹粉了，不过烧一剂还没有退。他不停的乱讲话，说什么大爷、二爷要来带他。哎呀，我都叫他不要乱发誓啦。他发什么誓啊？啊？金考发了什么誓啊？哦，他跪在观音菩萨的面前发誓说要减掉30年的命啊！那天你被警察抓去，阿豪都不是多么的担心你啊！阿豪一定是感动了菩萨，所以你才没事。现在又轮到他大病一场，哎呀，这事真的不能乱发的。小贝，你真的很伤啊！你这个笨蛋！我生病了，你还骂人？你做出那么笨的事，还不该骂吗？我做了什么笨事啊？观音菩萨，黄金好之前在你面前发过的誓不算数，就是他说要减寿30年的事。如果发过的誓不能取消，我林小贝现在对你发誓，我愿意用我30年的寿命还他，请你快快让他好起来吧。小贝，真是笨蛋啊！还不是你笨在先，那我只好和你一起笨了。什么30年啊？你外婆说，你对菩萨说，你愿意用你30年的寿命来换我平安，那我也对菩萨说，用我30年的命还你，那就扯平了。错了，我是说3年，不是30年。我外婆的耳朵不灵光，听错了。啊？快去跟菩萨说，你弄错了。算了，30年就30年，扣掉3年的，你还赚27年。谁要赚你27年啊？你快去跟菩萨说，弄错了啊！将错就错吧，我能活100岁，扣掉27年了，还有73年，我够本了。你要快点好起来，到时我出钱让你去香港玩。你会陪我去吗？你一个人玩得痛快不就行了？我就知道你心里已经没有我了。你在说什么傻话？从此以后，我就孤零零一个人了。没关系，反正我日子也不多了。什么日子不多？感觉生命在一点一滴的离我远去。喂，你再说这些乱七八糟的话，我就跟你好看。小贝，可不可以有个请求？当然可以啊，你说。我想死在你怀里。什么死不死的？你不会死的。难道你连我最后一个要求都不答应吗？
要为你活一天，这是我心愿。只要为你活一天，金浩，这是我心愿。别再让我心伤感，明知割不断。林小妹，你在干什么？当然是照顾他啦。你以为我想怎样？我看金好病得很辛苦，不如送他去医院吧。他只是生毛丹，再吃多一次毛丹粉就没事了，为什么要搞到去医院？阿婆说她吃了药还是一样，你是不是贪便宜买了假药？便宜是便宜了一点，不过不可能是假的。不是吧？连药都要贪便宜啊？毛丹粉都是一样的，只差没打广告而已嘛。哎，味道怪怪的，和我以前吃的不一样，80%是假药。不会吧？你看着它，我去买药。哦，哎，不过记得买贵一点的，不要再贪便宜买到假货啊。互相理会情况材料，因为数量越大些。小公叔帅不帅？太好了！哎，不过如果能再扩多几寸，那就更好了。啊，还要再扩？那不是变成女人的裙子了吗？哎，裁缝叔，这就是革命！你没看现在男人的头发已经比女人的头发还长了吗？这就是革命啊！连裤子呢也要革命。这命啊，小妹早就革了。你说什么？哦，我是说，小妹几年前就裁了一件像这样的裤子，当时啊还被我跟她老妈臭骂了一顿。啊，那裁缝叔你走宝啦！要是当时你就做出一批，说不定你现在已经是世界有名的设计师了。老实说呢，我左看右看都不觉得这种裤子好看。流行就是好看啊，越阔就越威风。那连走路都有风了。哎，李小龙。永泰，林裁缝，生意兴隆啊！这位大哥，您做衣服啊？做什么衣服？昨天才来跟你打个招呼，说我大哥李大龙刚上任，今天来跟你打招呼，叫你准备好20块钱红包。林裁缝，生意兴隆啊！这位大哥，我这里只是做一点小生意，吃不饱饿不死。林裁缝，生意兴隆啊！真的不好意思，我只是赚一口饭吃而已。你不会做人，我就教你怎么做人。发生什么事啊？小贝，快！不要跑！发生什么事？这家伙不知死活，就要跑去向你爸收保护费。这家伙把我头像踢小了，还用双截棍！哎，你说该不该打？泰山，算了，不要再打了。打！看火上加油！行吧，泰山现在也是老虎王，这家伙根本不是他对手。老虎王，打！不要再踏进这条街，要不然我这一次打一次。碰到我，算他倒霉。没事吧？没事啊。我就说了，这家伙一定不是泰山的对手。拳脚无眼，
只要是打架，就有可能出意外。你不阻止就算了，还怂恿泰山。哎呀，我忘了把毛丹药给金好了，我先走了。泰山，你不要什么都听小贝的。怎么了？就像刚才他叫你打你就打。我们是好兄弟，我当然听他的。他叫我打我就打咯，有什么不对？打架本来就不对。可是那家伙上门敲诈，收保护费啊！你也要顾到自己的安全啊！他手上有武器呀。你说那双节棍啊，那家伙耍得烂死了，还真以为自己是李小龙。哎，下雨了？没有啊。那我头发怎么湿湿的？鞋？那家伙双节棍乱挥乱打，连他砸雷棍都不知道，真的是乱拳打死老师傅。痛不痛啊？要不要去医院？不用，我是职业摔跤手，这点皮外伤算不了什么的。走吧。泰山，别再打了。你既然开口，我就放过那臭小子，要不然啊，我真的是见一次打一次啊。我是说，别再打摔跤了。啊？那怎么行？不打摔跤，我靠什么吃饭？靠什么出人头地？行行出状元，不一定要靠打摔跤才能出人头地的。炒咖啡豆也能出状元？怎么不能呢？咖啡豆要烤得好，才能泡出香醇的咖啡，才有顾客上门呢。你说的是没错，可是我真的不想炒咖啡豆卖咖啡过一生。而且什么？而且我连你都失去了，如果连摔跤都不能打，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？泰山，你是不是想骂我笨蛋？没关系的，你骂吧。小贝骂我笨蛋，我揍他；你骂我笨蛋，我不会生气的。啊！胡家娘，金豪怎么样了？这盒鸡精是送给金豪的。哎呦，你太有心了！金好的烧退了一下又来，反反复复的。明明是生毛丹，不过吃了药也没好。哎，都不知道是不是撞到什么肮脏的东西了。不过我已经叫人去请徐大坚过来看他了。他今天一整天啊都没吃到东西，所以我煮点粥，看他吃不吃得下。那我可不可以去看他？好啊，你进去看他。哎，不过吴忌啊，发烧呢是不可以喝鸡精的，不过燕窝就没问题啦。哦，那我明天就买燕窝。哎呀，不用破费了。啊，不过你过来，如果你真的要买燕窝的话，就过去对面那间药店买，哎，很划算的，他们会送白凤丸。那我现在去看他了。去吧，去吧。这傻小子真的开窍了。金豪，金豪，他们来抓我了，我要死了。不会的，你不要乱说。我闭上眼睛就看到他们，我快死了。可是我还有很多话说。你说吧，我在听。不是要和你说，我要和小贝说。那我去找小贝。快，吃了来不及了。哦，我就去找他。来，你这次的对手啊是山狼。山狼？终于让我打到他了。小贝，快！无忌，什么事？快点去，
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人欺负你？哪个王八蛋不要命啊？不是，金豪他净说些奇怪的话。他是不是说他时间到了就要死了？对，他好像有很重要的话对你说。他还说吃了就来不及了。他发烧发得稀里糊涂的，你不用理他。哎，这场比赛我们一定要办得很轰动。后天的记者招待会，哎，走啊！一定要是正面冲突啊！哦。金豪，小贝来了。金豪，我在这里。小贝，我只说你有话要对我说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拔！不要拔什么？不要拔！不要拔什么？走，我们走，快走！他烧得头脑不清了，无忌，快去拿块不净冷水帮他敷头，要不然会烧成白痴的。快去！走，小贝，我们走，不要拔，不要，快走，快走！不要拔，不要拔！黄金豪，你好麻烦呐！你不要拔，我请你吃冰球。知道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拔的。请你吃冰球。好，你一半，我一半。当初要不是你啊，我即使没有去卖咸鸭蛋，我也已经断手断脚了。等你病好了，我带你去吃大餐。上次去大酒店撇掉了你，这次我带你去吃更好的。我带你去西餐厅吃牛扒，带你去百货公司买东西。你要买什么就买什么。小贝，许师傅，这里，请进，就在这里。哎呀，你们让开了，你们。她就是我的女儿，她一整天迷迷糊糊的，总是说些奇奇怪怪的话，什么时间到了要死了。你别急，让我先看看。哎，好。他是谁啊？徐大仙。原来就是这个家伙。丽芳嫂，金好生病，你不去找医生，找个神棍来干什么？哎呦，你别乱说话啊你！他是谁啊？一个房客。我是神棍，那你另起高名吧。哎，许师傅，你不要生气，这臭小子乱说话的，你当他放屁好了。看什么看？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呀！出去。许师傅，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天眼开，妖魔休得放肆！诸葛八卦，妖魔莫逃！师傅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邪灵化身为大爷伯、二爷伯，纠缠不休，令千金命在旦夕。那怎么办？邪灵暂时被我的八卦镇住。哦，不过要除掉他没这么容易。师傅，你法力无边，你一定要救我女儿。我们修道之人岂能见死不救？我现在要施法伏魔，你先出去，把门锁上。听到任何声音都不要害怕，就算是你的女儿大哭大叫，你也不要心急。更重要的是，你不要让任何人闯进来，不然的话，非但你女儿性命不保，连你都会受到牵连。哦，好，一切拜托你了，我这就出去啊。让开。丽芳嫂，你把金好一个人关在房间里面，你放心得下吗？明影是你走开啦。跟你修炼成仙，不要怕，不要怕。
理发嫂，快给我钥匙！你干什么？你没有听到金豪在喊吗？哎呀，你不要大惊小怪了。许大仙说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开门的。快救命啊！理发嫂，你听到了吗？金豪在喊救命啊！哎呀，也不能开了。你怎么那么糊涂啊？要是那个神棍不怀好意，金豪就完蛋了。你闭上你的嘴啊！许大仙说，如果一开门，金豪就会没命的。金豪，你怎么起来了？嘘，我要去冲凉，你别让我妈知道啦。可是你病还没好，怎么可以冲凉？我已经好多了，你看我身上起了很多红点，一定是2、3天没冲凉，太脏了。可是你病刚好一点，再忍多2天吧。多2天，那不是要发臭了？不会的，你一点都不臭。其实你很香。那是撒了粉啦，傻瓜。这是什么？哦，快熟面。快熟面。放进热水里煮3分钟，再加入调味料就可以吃了。煮3分钟就可以吃啊？这么神奇？听说是日本人发明的，很受欢迎。好不好吃？我也是第一次吃。那，你请我吃行不行？当然可以。我煮一碗给你。好啊，那我去冲凉，你去煮面。还是别冲了，当心着凉。你好啰嗦啊，像我妈一样。我是关心你的健康，还是忍多1、2天吧。好啦好啦，我去洗把脸就好了。哇，好香啊！洗那么久，不会出什么事吧？我不是要偷看你，我是看你进去那么久了，我担心你。我还是忍不住冲了凉。冲了就冲了，冲了舒服些。无忌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对我的关心。没有你，我不知道会怎么样。这是第2次了，上次在吉隆坡也是你救了我。那次啊。这次要不是你破门而入，我早就被那个神棍糟蹋了。我只是担心你。我知道你对我的心，可是……你不用说了。其实我并没有什么奢望，我只是要你平安。真的，只要你平安，什么都不重要。好吧，要是有第3次，我就嫁给你。不要！你不要我嫁给你？不是，我不要你再有第3次，我不要你再有危险。傻瓜，那你就不能娶我了。好香哦！我面已经煮好了，快去吃吧。怎么只有1碗？你呢？你先吃吧，我再煮。那我不客气啦。
好吃？很好吃啊！你也吃吧。没关系，你先吃吧。吃吧，吃吧。好不好吃？好吃，好吃。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面。山狼享誉摔跤界夺过无数次的冠军，老虎王后起之秀，12战12胜。这次两雄对战，一定很有看头。什么老虎王啊？我看一定是丑人见不到人。我一定要把他那老虎头给撕烂，让大家看看他那张丑脸。你不要嚣张，你的末日到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我倒想看看是谁的末日。只是在记者会上起冲突，其实他反应那么慢，看到我捡起一次也不躲开，笨头笨脑的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山狼，我是叫你起冲突，可是没有叫你真的打。我来真的，他早就已经起不来了，我只不过用了1成的力罢了。如果这样受不了，别学人家打摔跤。你说什么废话？你有胆就再说一次，看我不会先打爆你。算了。你们还要合作打2场比赛？是啊，我只是一时太认真了，才不小心冒犯了你。I'm so sorry。合作愉快啊，老黄。你想取代我，没那么容易，我一定要把你打成乌鸦老虎。我打到你面前，小狼！我已经向他道歉了，还是不放过我，真是好人难做。你这个混蛋！大圣，好了，冷静。那个混蛋阴险狡猾，上次我还不是摔跤手，他就请我吃一记双飞腿。他是在搞气氛，让记者多写一点，你也别太小气了。我小气？你看看他那嚣张跋扈的样子，简直就没把我放在眼里。他是老手，你就让他跋扈吧，你也不会少根毛。你怎么老是帮他说话？那你要我怎样啊？取消比赛？不用，我只是要跟他来场真打。泰山，你老是要真打，万一打出人命怎么办？谁负责？一切照原定计划进行。第1场和局重赛1胜。小贝，那家伙不会甘心的，我看他的眼睛我就知道了。反正你照安排打就是了，行有行规，他如果敢不按照指示啊，就永远别在摔跤界混了。行了，妈，你就这样靠着看电视吧。不用了，听说看电视很浪费电的，到时又要看头家娘的脸色了。这个女人啊，只要给她钱，什么都可以。等我赚多点钱啊，我就去买间大屋子，到时啊就不用看她的脸色了。你嫌钱太多啊？买屋子干什么？这里住得好好的。妈，可我总要结婚的嘛，到时我住哪里？说的也是啊。哎，你觉得金豪怎么样？怎么突然问起金豪？是这样的，今天早上头家娘告诉我，金豪跟你的八字很相配。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八字的？我给的啊。妈，你不要再相信那些江湖术士的话啦。他们个个啊，就像许大仙一样，个个只会招摇撞骗。八字是不会骗人的。我看你跟金豪也很谈得来呀，他也算是家世清白。
头家和头家娘又这么看得起你，他们看得起我，我看他们是看得起我的钱吧。你年纪也不小了，该娶老婆啦。老婆我一定会娶，可是我只娶一个，那就是建红。我好不容易才起得了身，你是不是又要气得我躺下去啊？妈，妈，我去看一下你的药煎好了没有？药煮好了，很烫，你隔一隔，再给裁缝嫂喝吧。好，姐。裁缝嫂的身体刚好了一些，你就别再跟她提我们的事了。你都听到了。嗯。那你不急着嫁给我？把药拿进去吧，然后再下去看看泰山。泰山怎么了？干什么啊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米，2袋米加起来有200多斤。你背米干什么啊？你要去做苦力啊？我在训练，我要跟那只山狼决一死战。谁要你决一死战？你脑子里啊是不是少了根筋啊？我都跟你说了，我看他的眼睛就知道。他没那么简单。泰山，你这样硬练会伤到筋骨的。不怕，我有铜皮铁骨，我是真正的老虎王。我要把那只山狼打到落花流水。他真的是脑筋有问题，不用理他。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？怎么了？小贝，别再办什么摔跤比赛了。那怎么行？一切都安排好了。我真的不明白，有什么赚钱生意不好做，偏偏要办这种打打杀杀的比赛？现在这些选美比赛还有博览会，很多人在做，根本就不赚钱。可是摔跤比赛就不同了，如果是一场有号召力的摔跤比赛的话，还是场场爆满。拳脚无眼，要是有什么闪失，那该怎么办？到时你怎么跟泰山的爸妈交代？放心吧。这种事绝对不会发生的。怎么不会？上次泰山不是被打到一脸是血吗？那血是第7趟了。假的。假的？嘘。我看你那么担心泰山啊，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你。可是行有行规，千万不可以把这件事说出去。他们在台上打那么激烈，其实都是假打，不管是出拳还是出脚，都是点到为止，根本不会伤到筋骨的。而那些血也是后来偷偷加上去的。这样子做，观众才会看得投入，才会觉得比赛激烈。你不用替泰山担心了，要是真打的话，早就出人命了。他和山狼这场比赛都已经安排好了，第1场和局，第2场才分出胜负，这样观众看得过瘾，我们的口袋也满满。小贝，小贝，小贝啊，你好了吗？我在大便，你催什么催啊？快点啦！你急的话就去用楼下厕所吧。我不是要用厕所，我是要去百货公司。那你就去啊，你干嘛来催我？没有你这个金主，我去了什么都不能买，那不是白去？金主，圣经谁要当你的金主啊？小贝，你怎么可以那么言而无信？
你说过等我病好了要带我去逛百货公司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你还说要带我去巨牛扒。你那时病得迷迷糊糊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说什么？我什么都忘了，就记住这一句话。还有另外一句也没有忘记，你说会买机票让我去香港玩。没有，我没有这样说过。喂，林小贝，林小贝，你有说过，你别跑，你说话不算数啊。哇！你看这个手适合干什么？你有很多首饰吗？你提醒了我啊，可以放首饰。小贝，不如你开香水店，让我卖香水吧。我哪有那么多钱呢？你不是当了大老板赚大钱了吗？我的钱是左手进右手出。好了好了，别喷了。谁相信你啊？你的钱一定都给了姚建宏了。他才不像你，整天就会撬我竹杠。我就不信他一分钱都没拿你的。建宏不是个贪钱的女人。那你是说我贪钱了？难道不是吗？贪就贪，反正是个爱慕虚荣的女人。这香水你给我2瓶。好的。小姐，你这里请不请人啊？他爱死香水啦！如果你让他在这里做工他一定开心死。我们正要请一位柜台小姐哦。真的啊？那请我吧。那请他准没错，他得过泳装小姐第2名，胡姬花小姐第1名，新加坡魅力小姐第1名，还有微笑小姐第1名。好吃？当然好吃啦！你知道这盘牛排多少钱吗？是你说过要请我的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说话要算数。我不是请你吃了吗？哎，今天到底是什么倒霉的日子啊？今天却是我的好日子，吃到那么好吃的牛扒，买了那么多东西，还找到了一份香水小姐的工作。那还不是我拼命的帮你吹牛？好啦，请你吃一小块牛扒。切块大点的给我。不能，要吃自己叫。你以为我不想啊？我的钱不都给你花完了吗？你以为我很开心吗？你还不开心啊？不，即使我拥有全世界，却失去了你，我也不会开心的。干嘛？我说的很好笑啊？不是很好笑，是很肉麻。这句话我是看电影背下来的。怪不得，我想这句话也不会是你说的。接下来我要说的，不是从电影背来的，那是我自己的话。你听了不可以笑。那就要看我忍不忍得住了。林小贝，你听着，不管你跟谁在一起，或者我跟谁在一起，我最爱的人始终是你。好了，东西买了，牛排也吃了，要说的话也说完了。林小贝，我以后不会再缠着你了。好好爱姚建宏。很怕心疼的转眼就心痛了，就当我说真的，我是真的，我相信我们之间越难的就越值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不代表我是什么。明白你不说什么，不代表我不要什么。看你让一切美丽了，那些坏的、好的。我的手总是暖。